国史上有个夏天热得死人，还不到半个月便死了11400人。当时处于乾隆统治时期，作为心怀天下的年轻帝王，乾隆面对如此酷热的季节，他该如何处理？这一年夏天的温度到底有多高呢？实际上，面对炎热的天气，古人是有解决办法的。通常而言，大多数古人都会前往比较凉爽的地方，但他们无法像现代人一样乘坐便利的交通工具，只能到附近一些阴凉地带避暑。通常呢，会往山上跑，加上山里普遍会有寺庙、道观，他们生活上还是比较方便的。其实有不少百姓会在家中或者附近的山中挖一个可以歇息的石洞出来，在夏天炎热的时候，全家人就会搬进去居住一段时间，等气温降低到合适温度时再出来。当然，山洞肯定是要比外面要凉快很多的。稍微富裕的百姓通常会在家里面做一番改造，这样也能凉快很多。比如呢，在家里修一个大荷塘，中间搭建凉亭之类，再或者弄个小水池等，也能起到降温的作用。从住宅环境上来看，这样也会更加的舒适放松。还有一些房间在古人的精心改造下也能达到降温的作用。除此之外，古人还会在衣着方面也会做细心研究，通常会选用一些透气的衣服穿在身上。不少现代人都认为古人通常穿的粗衣麻布，实际上古代纺织业还是比较发达的，比如绸缎、布纱等种类繁多。在史书记载当中，唐朝的时候有人穿7、8件衣服，别人站在3米开外都能看到对方肩膀上的痣，这足以说明当时的衣服还是比较轻薄的。那这样薄的衣服透气效果肯定非常好，在夏天穿行呢也会是比较舒服。封建王朝的古人面对高温天气，他们会采取哪些降温方式呢？真的能够有效降温吗？古人会用工具降温，比如通常皇帝如果热得受不了，他们就会派人送些冰块搁置在身侧。当然了，这种方式只有富贵人家才享受得起，普通人家根本没有机会享受。时间来到宋朝的时候，很多大街小巷会卖冰块，也会制作一些冰饮。这些冰饮吃起来不仅解暑，也是很多人能消费起的。还有一种降暑工具较为常见，那就是扇子。这是多数古人会选择的一种解热方式，到现在也有很多人使用，不过作用并不是很大。如果天气真的太毒辣，手摇扇子也只是给心里一种安慰而已。因此真的遇到高温天气，对平民老百姓来讲简直是一场要命的灾难。恰好这场灾难降临在了乾隆8年，当时有很多地方都处于高温状态，其中就包括了天津、山西、山东、武汉以及北京等48处省市。有位法国的传教士前来，他所带的老式温度计进行测试，再通过研究换算得知，这个夏天平均下午的气温值超过了40度。以7月份为例，25的气温值高达44.4摄氏度。在气象学当中，一般一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5或者超过35就已经算是高温了。如果多天高于35摄氏度，被称为热浪，属于气象灾害。古人常把这种热浪又叫做热灾。要知道，人的体温通常在36到37摄氏度左右，超过这个温度范围，那说明身体出现了某种不适，而当时居然高达44.4摄氏度，许多人肯定会有脱水而死的风险。据当时的统计调查，清朝京城以及周边的郊区，在7月份中旬至下旬阶段，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有11400人相继死亡。实际人数呢，肯定是要超出官方统计的数据，只是未被确切记载出来而已。在清朝地方县志也出现了这种热死人的情况。在福山县志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5月的夏天过于炎热，道路上走的人都有突然倒在地上死去的情况。京都更为严重，很多贩卖商品的小贩热得直接晕死。
福山县是如今的山西临汾，可见山西当时到底有多炎热。河北的高邑县志当中也有关于这年夏天的记载。5月28号至6月初6，太阳刺烤着大地，墙壁下被遮挡的阴暗处都像是被火烧了一般，有些锡制成的产物直接被热化，室内器具热得滚烫，许多向西南方生长的树木全部枯死。6月份的时候，再来看看关于天津炎热的记载。5月份过于炎热，土地和石头都被晒焦了，很多百姓从天津南府武定府出逃，路上很多人倒地不起。从这些记载当中，可以明显的看到乾隆8年到底有多热。古代高温天气热死人，上位者如何处理的呢？在古人的封建思想当中，出现这种自然灾害通常会被归为异象，这同上位者处理国事的好坏有莫大的联系。此时的乾隆皇帝尚且年轻，对于国家大事很是上心，但这种天气灾害他根本无计可施，最终只能下罪己诏，将责任全部揽到了自己的身上。在圣旨当中，他是这样写的：从5月份开始，京城一带地区比以往要热得多。朕沉思良久，认为有可能是自己的过错，没有处理好政务才导致的。这封罪己诏下达天下，虽说给了百姓交代，但是酷热的天气依旧是让人备受折磨。身在皇宫的乾隆感受得到炎热，他享受着内务府送来的冰块，心中对这样的天气还是有几分郁结，忍不住吟诗一首。大致意思就是表达自己享受冰块带来的凉爽，心里边依旧是烦闷，因为他牵挂着还在被酷暑折磨的百姓。这其实可以看出来，刚上位没几年的乾隆，他还没有像晚年那样昏庸，还懂得为黎民众生考虑。这位帝王在自我反省的过程当中，还派许多人到城门口发放降暑的草药和汤剂，同时呢，还打压了囤积粮食和水源的奸商。在天气炎热的情况下，水比油贵上好几倍，不少商人把水全部囤起来，这也是让很多底层百姓死去的原因。而土地也因为受天气影响，粮食收成根本不好。为了防止引发旱灾，乾隆让朝廷拿出了救济粮，帮助百姓们度过这次难关。除此之外，他还参加了求雨仪式，虽说没多少用处，但至少仪式上是给足老百姓安全感的。可惜的是，不管乾隆做哪种方式，依旧是有大批量的百姓因为太热死去，只有王公贵族保全性命，因为他们不愁喝水避暑。如果高温天气来临，他们最多只会折损更多的钱财，买冰块或者精修院子之类即可。底层百姓呢，没有金钱上的支撑，无法躲避高达44.4摄氏度的高温，那么只能活生生被热死了。这在当时是无可奈何的，同样也让我们见证到自然灾害对人类造成的影响。如今由于温室效应不断积累，导致地气系统吸收与发射的能量失去平衡，能量不断在地气系统累积，从而让温度快速上升。全球气候不断变暖，如今不少地区的气温早就高于44.4摄氏度的乾隆8年。我们为了降暑，会变得更加依赖空调、风扇等产品，而全球变暖则会继续加重。所以趁现在，我们应该重视关于气候、温度等方面的自然灾害问题，多进行绿化种植、节能减排，用更环保的方式结束，才能减轻地球的负担，未来也会变得更美好。